好 ，work off 消除，不用我解释了 ，away 对吧 ？He has decided to work off his excess weight 啊，那么 excess 也可以读excess 都讲过的啊，叫多余的、额外的，所以叫他决定去把他多余的体重给去掉 ，work off his excess weight 啊，那 excess weight 就叫做这个不也可以读 excess 啊，都可以的，把它多余的重量给去掉。那么这里的 excess 有点接近于 extra 啊，多余的、额外的重量叫 extra weight 啊 ，extra weight。好，搞定，不难。好，我们接着读下面的短语 work out，work 工作 out 出来，把东西给搞出来，对吧 ？work out， 所以就叫做算出什么啊，想出、制定出、解决啊，产生什么结果，够了，我们看吧。When 我讲过无数遍啊，还是要补充一句，但凡意思多，你就不要再背了。你看得懂的就不要再背了，背一个两个，那算出看到出够了。work out 把它搞出来，你看记住情感就 OK。然后根据各种场景大胆的推测，要对自己有信心。我们看第一个，我们直接不看中文意思啊，忽视它，直接看句子。好，我们来看，我们就直接忽视这个中文意思啊，我们就直接看英文，感觉一下，要对自己有信心啊，你一定可以推出来。我们看 ，When we worked out the cost。We found it was cheaper than the market price. 当我们 worked out the cost， 那这里肯定叫算出了。当我们把成本算出来的时候 ，we found it， 我们发现 it was cheaper than the market price， 发现它比市场价便宜多了啊！你看 it was cheaper 啊。好，我们看第二个句子 ，Can you work out what these symbols mean? Symbol 啊，讲过叫标志、图腾、象征物啊 symbol。那么它有一个词要区分，叫 symptom。啊 ，symptom 什么意思啊 ？symptom 叫做恶兆，不好的兆头啊，叫 symptom。而 symbol 是积极的，叫正面的，叫象征、图腾啊。symptom 才是恶兆的意思。所以 ，Can you work out what these symbols mean？ 啊，你能说出这些标志、这些图腾、这些图案是什么意思吗？来，继续 work out 第三个，我们看看它的句子。They formed a special group。他们组成了一个特别团体 to work out the development plan。啊，来制定出来想出来搞出一份发展计划，所以其实翻了3句，我们发现 work out 全部翻译成搞出来就可以了，你不用想背这些东西啊。再看第4句 ，We must work out the difficulties as quickly as we can。我们必须尽快把这个困难搞出来，把它搞定，肯定是搞掉，所以叫解决掉。你看，与其背这些中文，不如根据上下文自由调整，这也是我有信心的原因，直接 work out。脑子里3个字搞出来，根据上下文自动调整啊，所以大家要有信心。好，我们来看这个短语 work through 啊 ，through 讲了多少遍？穿过啊，把它穿过、挺过去等等，所以 work through 叫做解决问题啊。那我们来看看 ，It's going to take a while to work through the housing bubble. Take a while 叫需要一段时间，所以 It's going to take a while， 我们需要一段时间 to work through 来。穿过去，来解决，来把这个事搞过去，所以叫来搞定，来解决。Housing bubble 叫泡沫啊 ，housing bubble 就叫房地产泡沫。我们需要一段时间来解决房地产泡沫 ，but we can mitigate some of the issues。当然，我们可以缓和一下情况。Some of the issue 讲了多少遍 ？issue 叫有争议的事件。那么 some of the issues， 你无非把它翻译成我们可以缓和其中的一些因素，我们可以缓和和解决一部分问题。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花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解决房地产泡沫问题，但是呢，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来缓和一下它，啊，就是目前还不能最终解决，但是可以做一些事情来缓和它，所以叫 but we can mitigate some of the issues. Mitigate 为什么叫缓和？来做笔记，做动词叫缓和，因为这个 mit 此时此刻 mat 等等啊，这些代表中间的。词啊，它就一个字中，折中、缓和、中庸之道。英语当中凡是有这种前缀的啊，那么都有这样的意思。那么 mit，当辅音直接在最后不读的时候，其实很接近的 mit，发音相近，意思也相近。我们讲过词根词缀的2大原则，在练练有词当中讲过，大家回去听练练有词的时候，到这儿就能想起来啊。我说过这2门课是完美匹配的，叫做第一原则，元音替换，意思不变，比如随意换元音。第二叫发音相近，意思也相近。你看 mit， 包括我们说话 log， 这2个也是同样的意思，这词根2个都叫说话 log， 都属于 log， 你看接近的发音，所以
mid 叫中庸缓和，于是 mitigate 就叫做缓和的意思，缓解的意思。来跟我读一遍 mitigate。那么缓和考察的这个属于比较难的那个了啊，考察的比较多的叫 alleviate。叫做 alleviate， 叫做缓和缓解 alleviate， 词根 lev 就是一个字轻啊 lev lev 叫轻 alleviate 叫缓和减轻啊。好 work through work up 来了 up 起来，刚刚讲 warm up 叫做热身一下，所以也叫把整个人状态带起来，于是 work up 也是这个道理，把你带起来叫激发，它的第一个意思就叫激发。那么第二个 work up 又叫做把东西给做出来，精心弄出来的意思啊。我们来看看，首先第一个 work up， the director tried to work up the enthusiasm of the audience until they shouted it together， 叫做导演尝试去 work up the enthusiasm， 叫激发起，把大家搞起来，激发起热情 enthusiasm 热情，谁 of the audience 观众群众。啊，他把观众朋友们、把群众们的热情激发起来，叫 The director tried to work up the enthusiasm of the audience 啊 ，enthusiasm of the audience， 导演尝试激发观众或者群众的热情 ，until 直到他们 they shouted out 啊 shouted together， 直到他们大声喊叫欢呼。潜台词就是你不嗨，你睡个毛起来嗨，你不嗨我就一直激发你，打鸡血啊！以后会写了吧？打鸡血怎么说？学了这么多年英语，打鸡血，你真的不会说打鸡血吧？啊，叫 strike the blood of chicken， 不会的啊，叫做 the director tried to work up the enthusiasm of the audience， 所以叫把大家的热情搞起来，叫激情啊，所以叫 the teacher tried to work up the enthusiasm of his students。你看，我也在努力激发你们的热情 ，until you shout it together， 直到你们大家嗨起来，叫喊出来啊。所以注意这个部分 ，work up 第一个意思。我们看 work up 第二个意思，精心制作，精心做出。注意此刻不要太关注它的中文意思，看句子感觉一下。He's working his speech up into a dissertation。首先这里有个生词 dissertation， 看中音位置，前面有点难度。Dessert 为什么有难度？因为这个词的读音跟这个词读音完全一样，哈哈。但区别大了。来，先说词性区别，一个动词，一个名词。那么大家比较熟悉的是这个词 dessert， 重音位置一模一样，读音一模一样啊。dessert 什么意思？叫做甜心，饭后甜点，甜心叫做 dessert。注意一下啊，沙漠叫 desert， 这个词读 dessert， 而沙漠它也可以读成 dessert， 为什么？它做动词的时候叫抛弃，叫做抛弃的意思，所以这串词有难度了。我们先看沙漠，读一下 desert， 只有一个 s， 读 desert， 重音在前面。而做动词，重音往后挪，叫抛弃，叫 dessert。而回到这儿来了 ，dessert 有两个，第一个 dessert double s 有两个 s， 叫饭后甜点，甜心。而上面这个 dessert 什么意思？它叫做写论文，这就奇怪了，为什么？因为 cert 词根开始发挥作用了。来自于 CENT 叫确定，不用我说吧 ，certainly 当然的，所以要确定它。但是 this 什么意思 ？away not 否定，分开分离，叫分开去确定。这不是论文是什么？你的论文写完之后，尤其你毕业硕士研究生论文，肯定要被盲审，要分开，不能在本校审，被拿出去确认和审核。这就是写论文必须经历的一步。所以这个意思叫写论文。你就记住，叫拿出去确认，拿出去盲审，叫 dessert， 有 cert 嘛，确认的意思。只要单词当中有 cert， 就有确定。比如说动词 assert 就叫做断定，叫断定、确定。所以 dessert 叫拿出去确定、盲审、写论文。于是有了一个名词叫 dissertation， 叫论文。论文叫 dissertation。那么在我们这么久学英语当中，代表论文呢，至少有另外两个词。第一个比较简单，叫 paper 啊，还有一个叫thesis， 叫 thesis 也叫论文，只不过区别在于这个 thesis 更多指论点，是论文当中的核心观点，叫论点，叫 thesis thesis， 我就别连写了，免得你看不清啊 thesis thesis 叫论点啊。那么 dissertation 论文，
那么这里的关键来了 ，He's working his speech up into。我讲过多少遍？两个介词连在一起，关键看后面这个，所以叫把他的演讲稿 up 提升，拔高 into 拔高到 into， 最后本质上看的是 to。up to， 所以这里的 up into 其实就是 up to， 达到，叫他正在把他的演讲稿提升到一篇论文的级别，所以也就是他正在整理自己的演讲稿，来把它变成一篇论文，听懂了吗？所以各位，这根本就不是靠 work up， 这是你们要学习的。我讲了多少遍？介词短语看最后，而 into 继续看最后就是 to， 所以叫 working his speech to， 把他的演讲稿变成，一旦有 to 简单了。指着他，变成他，成为他，听他的，体会一下啊！来，再读一遍 ：He's working his speech up into a dissertation。这就是我反复强调的语感，大家反复听、反复看就有感觉了啊 ！Work up。好，再看下面一个 ，work with， 和什么什么一起工作 ，work with somebody。看句子 ，Instead of each province， 并没有让每一个省来开始修饰了，前面是一个名词，原因很简单 ，instead of，instead of 后面只能跟名词。对不对 ？of something 嘛，所以叫并没有或者不能够让每个省 having its own list of approved drugs， 每个省有一份自己的特许批准的药品清单 ，own list of approved drugs，approve 批准的，啊，每个省有自己的药品清单 ，bureaucracy 官僚机构啊，也就是政府部门 ，procedures 程序 ，and limited bargaining power，bargaining power 叫还价、议价。的权利，关键加个 limited， 有限的议价权利，也就是各个省不自治，由中央政府统一定价，那么不行。这里说的是 instead of， 所以叫我们不能让每个省有自己的一份药品批准清单，有自己的官僚机构、自己的程序和自己有限的议价权，也就是议价权要放开，不能这样，怎么样 ？All would， 所以整个前面 instead of 就是把这一串否定掉，真正的谓语在这儿。叫 all would pool resources，pool 什么意思？最早 pool 的意思叫做游泳池 ，pool 叫游泳池做动词，那么做名词的意思呢？游泳池是干嘛的？把水装到这里面来，所以 pool 做名词叫游泳池，做动词叫整合资源、盘资源，把资源盘活。所以这里的 pool 做动词非常非常接近中国人的两个字叫盘活，盘活，所以叫一切要盘活资源，要整合资源，就这么翻。盘活整合，那么接近于这个动词 integrate， 接近于 integrate 叫整合 integrate 啊，所以叫做所有啊，所有这一切啊，整在一起要干嘛？我们要进行整合资源 ，work with Ottawa 要和渥太华政府合作 ，and create a national institution 我们要创造一个国家级的机构，叫 national institution 啊，我们要创造一个国家级的机构。说白了一句话。以前各自为战，现在要 all would pool resources， 我们要整合资源，啊，要和渥太华政府合作，要创造一个国家级的 institution， 那个是个 and 并列，讲了多少遍？哒哒哒，并列三个，随便哪个看得懂，看不懂前面的只要看懂 create a national institution 也大概知道什么意思，创造一个国家级的机构。好，那么这里面有很多很棒的词，我们来学习一下，批准 approve 核准批准。官僚讲过一次 ，bureaucracy 来自于部门、政府部门、局 bureau 啊，程序 procedures， 还价 bargain 啊 ，pool 这个词也很洋气，游泳池，那么这里叫盘活水嘛，把水盘活，整合盘活，对不对？好，机构在此 institution 啊，讲了多少遍 institution 机构，还有一个意思叫制度啊，我们来读一下，张嘴 ，instead of each province having 关键啊。讲完了词，我们从语法角度 having 修饰前面的 province， 所以一定要有这个意识。instead of 后面跟名词，你就要不断的提醒自己，只能是名词，只能是名词，出现动词加 ing 修饰它。主动语态 ing， 被动语态分词，讲了多少遍了啊？所以我们再来读 ，instead of each province having its own list of approved drugs, bureaucracy, procedures, and limited bargaining power, all would pool resources, work with Ottawa.And create a national institution 啊，好，整个这一串过去了。Work with， 再往下，我们看下面一个短语 ，wrap up。wrap 什么意思？包裹，把东西包起来，叫 wrap up。好看 ，You wrap up well. It's cold outside. 外面好冷啊，
你好好穿多一点，穿暖和一点，叫 wrap up well，加深程度了啊，你多穿一点，就这么简单啊 ，wrap up。好 ，write down 简单，写下来，不用花时间花在这样的句子上，快速过。If I didn't write that address down, I might forget it。如果我没有把那个地址写下来，我有可能会忘记它啊，健忘了啊，所以叫做有点像前面说的那个老年记忆力，怎么说？叫 elder moment， 对不对？哦，叫 senior moment， 还记得吧 ？senior moment 啊，老年人时刻啊，所以叫短期失忆症。If I didn't write that address down, I might forget it。啊 ，write the address down，address 叫地址，它也可以读 address， 也可以，没问题。address 叫地址，只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 ，address 做动词有什么意思？对，它除了可以读 address 或者 address 都可以叫地址。那么做动词 address 还有一个意思叫发表，有点等同于发表演讲 present 啊，发表演说啊 address。比如说我要把我的故事讲出来啊 ，I need to address my story。address my story， 我要把我的故事讲出来，就等于 I need to make a presentation about my story， 我要就我的故事做一个演说 ，present my story 啊，演说表述，不要忘记它有这个意思啊。好 ，address 有表述、演说的意思，不要忘记。好，再来看 write off 又来了，写了，这次写的什么东西不太好啊，所以叫做取消、贬低、破坏 write off。啊，把什么东西写没了，你可以这么，甚至你看我诸位在考场里，我就会讲写没了 ，off 叫 away 嘛，所以你搞半天就看 off 就够了。来，根据上下文，我们来看看 ，It's too soon to 太快了而不能 ，too soon to 叫做言之尚早 ，It's too soon to write off the EU。我们把欧盟 EU 叫 European Union， 我们把欧盟给写没了，有点太草率了。所以叫做我们有点操之过急了。It's too soon to 叫有点操之过急，干嘛？我们把欧盟取消 ，write off， 不就可以出来了吗？把它写没了，不就取消吗？叫做我们把欧盟给取消，有点操之过急了。It remains the world's largest trading bloc。目前它依然是全球最大的贸易 bloc。这里的 block 就再也不是阻碍、妨碍了。我讲过多少遍 ，block 做名词至少有街区、障碍物。做动词阻碍、妨碍，那么做名词 block 还有一个意思叫集团公司。比如说我们平常看到的这个 block 点加个点，也叫做集团公司的意思啊。我们看到这个 block 一点就是集团公司，所以叫 trading block 叫贸易集团，所以叫 It remains the world's largest trading bloc， 它依然是全球最大的贸易集团啊。所以 It's too soon to write off the EU 啊。好，过。我们来看 W 的实际词组的其他词组，加油啊！离我们胜利越来越快了，要有信心。我们接着看 well balanced 啊，就是均衡的意思啊，没有什么好说的。看句子 ，However， 然而 ，a well balanced diet will usually meet all the body's vitamin needs。叫然而，一个平衡而均衡的饮食 diet， 还记得吧？我们前面讲过一个短语节食，叫 on a diet。还说这个政府机构在节食 ，the government is on a diet， 潜台词就是政府在精简部门。你看，永远记住这种感觉。你要像我一样，就是你看到一个东西就要跳到前面，不断的去问。如果一个我万一想不起来就去翻，就得有这样的决心。我不是跟你们讲过一个我的事情吗？我大学为了查一个词查4个小时，就是不断的为了接近我要找到那个词的记忆点，到最后4个小时之后，真相是没有查到，我依然没有查到。这个事情对我影响很大，我到现在都记得。我当时悟清了一个道理。虽然我没有找到，但是在找它的过程当中，我越来越接近它。但到最后，其实我还是没有找到那个词，但是我因此一路上学到了好多词，好多风景。这就是学习，少一些功利主义的追求，多一些不为什么的坚持，反而是成就伟大的关键。所以我还是那句话 ，less interests, more interest 啊，所以大家少一些功利，多一些兴趣 ，less interests, more interest 啊。好，不断的回去看句子。However, a well-balanced diet， 一个平衡的饮食 will usually meet， 来 meet， 再次做及物动词，满足啊 met， 它的原型叫 meet， 叫一个平衡饮食往往能满足 all the body's vitamin needs， 满足身体所有的维他命的需求 vitamin needs， 啊 vitamin， 好，可以了，往下走 ，well known， 著名的也就是 notable。对不对？也就是 notable， 有名气的、著名的 notable。
好，看 The candidate was quite unexceptionable, a well-known travel writer and a TV personality. 这个候选人 candidate was quite unexceptionable. Exception 叫例外，那么 exceptionable 叫有点例外的。unexceptionable 什么意思？一点都不会例外，一点都没有意外的啊，根本没有例外。什么意思啊？叫这个候选人一点意外都没有。A well-known travel writer and a TV personality. 他是一个著名的旅游作家，并且呢 ，TV personality 在电视上很有个性。潜台词就是他是一个旅行作家，电视宠儿，就这么翻，对不对？也就这种人，他成为候选人一点意外都没有，有名气啊，就这么简单。所以句子我们再读一遍 ：The candidate was quite unexceptionable, a well-known travel writer and a TV personality. 啊 ，well-known。好，看下面 well-meaning 什么意思？善意的、好心的啊。mean 本来就是意思的意思啊，只不过 meaning 啊叫有意义的。那么 well-meaning 好心思的，人很好的。那么关于 mean， 我还是要稍微提一提，就这个 mean 本身做形容词，它叫自私的、卑鄙的、小心眼的啊。一般我们听到很多的美剧当中表达，这个人好小心眼，好卑鄙，好抠门。You're so mean，You're so mean。你这个人太贱了，就这个意思啊。You're so mean。好，我们看句子 ，Such well-meaning people just don't understand。这种好心人 ，well-meaning people， 我们甚至可以翻译成这种老好人反而不懂啊。就是你因为是个好心人，你搞不懂这件事。当年这篇文章的背景是医学研究，就比如说我们所说的拿动物过来做实验。你如果是老好人，你觉得哎呀对动物做实验好残酷啊，那么别人觉得其实人类的进步需要我们有时候残酷一些。所以 such well-meaning people just don't understand， 你就可以这么去理解啊。当然不一定是这篇文章啊，我只是举那个做例子，我就可以说这种所谓的老好人，其实对社会发展没有帮助。Such well-meaning people just don't understand 啊。好 ，What's more， 更重要的是 ，What's more，I didn't know the country and what's more， 我不了解这个国家，并且更重要的是 ，I couldn't speak a word of the language， 那边当地的话我一句都不会说。I couldn't speak a word of the language， 这里已经属于很仁慈的了 ，couldn't 啊。那么如果它不仁慈，把 couldn't 变成 I could barely， 你能不能反应过来 ？barely 就是 not， 讲了多少遍？否定副词，除非副词有否定作用，否则全部都是空气，可以不翻。但这个 barely 跟 hardly 啊，它的意思是否定的，你就要特别注意了。所以 I could barely speak a word of the language， 这当地的话我一句一个词都不会说，简单。What's worse？ 刚刚是 What's more 更重要的是，那么 What's worse 叫更糟糕的是。What's worse? We lost all our belongings。糟糕的是，我们丢失了我们所有的东西。belonging 叫财产，对不对？属于，所以 we lost all our belongings 啊，我们丢失了我们所有的物品、财富啊就可以了啊。物品这里主要是 belongings。What's worse？ 简单 ，whether or。或者哈 ，whether 是是否啊，到底是还是不是，叫 whether or。好，我们看看 ，Americans no longer expect public figures。美国人对于这些 public figures 公共人物 figure 三大含义：第一，人物；第二，数字；第三，身材。我指的是做名词的三大含义。再记 figure 第一个意思人物，并且是大人物啊，叫 famous body。那么紧接着 figure 第二个意思数字 numbers，figure 第三个意思有点接近于 gesture 身材姿态啊。那么这里的 public figures 叫公共人物，公众人物，叫美国人再也不期待公众人物了，对他们很失望的意思啊。所以你甚至翻译成美国人对于公众人物已经很失望了。干嘛 ？Whether in speech or in writing， 无论是在演讲中或是在写作当中 ，to command 也就是 expect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看出来了吧？这个句子到这儿你才看出来 ，expect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而这里的 whether in speech or in writing 只是一个插入语啊，所以你把中间的 whether in speech or writing 如果放在前面去，无论是演说还是写作，美国 Americans no longer expect public figures to comm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with skill and gift， 也就是美国人他们不再期待公众人物具备什么 command， 我们讲过司令官叫 commander。对不对？司令官叫做 commander 叫司令官。
那么这里的 to comm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with skill and gift， 所以这里的 command 什么意思？叫掌控，叫掌控的意思啊。所以叫他不再期待这些 public figures 这些公共人物干嘛来掌控 the English language， 对于英语语言有很好的掌控力、驾驭力 with skill and gift， 有技巧、有天分。讲过的 gift 叫天分啊，第一个意思叫礼物。还有天分的意思，对吧？你真聪明，就 you're God gifted， 也就是你受到上帝的恩赐，老天给你开过光了啊，所以你可以开玩笑 ，it's a 朱伟 gifted book， 这本书是朱伟开过光的啊，你可以把它作为，你看包括我们看电影《阿甘正传》Forrest Gump 里面，阿甘去参军那一段有没有印象？当时那个黑人，我靠，黑得发紫的那位黑人是他的 lieutenant 啊，是他的这个中尉，用脸顶在这个。阿甘的脸上问他 What's your purpose to join my army？ 你参军的目的是什么？然后你说阿甘笨吧，一点都不笨，那哥们马屁拍到天上去。他说我来这里参军的目的是做一切你让我做的事。他说 To do whatever you tell me to do, sir 讲完这句话之后，那个黑人就受不了，对着所有的士兵夸阿甘 Oh my God, Forrest Gump, you must have a goddamn IQ of 160. You are goddamn gifted. 听这句话叫 You must have a goddamn IQ of 160， 叫你他妈脑子智商有160 You are goddamn gifted， 叫你是被老天开过光的，也就是你是个天才。所以各位一定要去看看这些小词的使用啊，像这些句子伟哥大学的时候就背诵过，到现在都很难忘记。就你们一定自己要去搜集一些这样的小东西啊，否则永远就是 You are clever, you are smart 啊就不行。好 ，commander 叫做司令官。所以 command 什么意思啊？叫做操纵、驾驭，所以叫做美国人已经再也不期待公众人物有驾驭英文能力的技巧和天分了啊。To comm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with skill and gift， 潜台词就是这帮人是烂人，水平很差啊。好 ，whether or not， 请记住，关于这个短语 whether or not， 我只有一句话点评，这个 or not 几乎就是空气，几乎就不存在。为什么？因为它就是加一个叫是否或否。比如说，你到底会不会嫁给我 ？Whether you will marry me or not， 这个 or not 可以不加，直接说 Whether you will marry me， 你会不会嫁我 ？or not 还是不会？就好像中国人说话不用说 You're a boy 都好 ，not a girl， 它是可以不用加的。那后面的 or not 也是这样的意思啊，所以 whether or not 啊叫是否，请看 ，But I do think it is time to reevaluate the things I do have。这样，我确实认为，来，动词前面，谓语动词前面加个 do 啊，当然也可以是过去式 did， 起到加深程度的作用。所以叫 But I do think， 叫我确实认为 it is time to reevaluate the things。evaluate 叫评估，它来自于词根中间有个叫 value， 叫 value。叫价值，那么 evaluate 叫评估，那 reevaluate 叫重新评估。于是 ，But I do think it is time to reevaluate the things。叫我确实认为这是我们重新评估这件事情的时候了。I do have I do have 什么意思啊？我所拥有的所以叫 the things that I do have。所以把这个 the things that I do have 的 that 省略，那么它依然是一个整体，叫我所拥有的事情，或者你把这个 do 强调翻出来，我确实拥有的东西，叫我确实认为这是需要我重新评估一下我确实拥有的那些东西的时候了。所以叫 But I do think it is time to reevaluate the things I do have, and whether or not they add any value to my existence， 并且是否他们对我的存在有增加任何价值。那这里的 they 是谁很重要，这里的 they 就是 the things， 也就是我们总认为生活当中要拥有很多东西，到最后你发现很多东西到底你需不需要，你需要评估。所以前半句叫 I do think it is time to reevaluate the things I do have， 然后呢评估之后是为了说明什么道理， and whether or not they add any value to my existence。add any value 叫增加价值，也就是这些东西到底对我的存在有没有什么价值。所以到最后慢慢发现，人生最大的快乐是做减法，不要那么多东西，叫 less is more。
所以你说我的那一句少一些功利主义的追求，多一些不为什么的坚持 ，less interests, more interest。再加上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less is more， 也包括我们之前提到的2个词，一个叫给生活做加法，叫 upshifting， 一个叫给生活做减法，叫 downshifting， 等等等等这一些概念，到最后就是告诉你，快乐来自于什么？不是来自于无欲无求，而是来自于够用就好。所以各位不要太多，但事业确实不能含糊，把它做成你想要的样子。它不是说这个事业不能大，而是说你不能盲目的什么都要。真正的大是把一个点做透，也就是我们讲的垂直细分领域做透，叫小而精，小而美。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卧谈会里面聊过一个叫做垂直细分，叫做 vertical subdivision， 叫 subdivision。我在我的有一期卧谈会里面聊过一个叫 vertical subdivision，division 来自于动词 divide， 叫切割，那么 subdivision 叫往下再切 ，sub 叫向下嘛 ，divide 都学过，切分，对不对 ？subdivision， 那么 vertical 叫垂直的，所以 vertical subdivision 叫垂直细分，什么意思？你要切到你的那个领域去，你不要多，对吧？明星也一样，他就要切到自己那帮人。你看为什么吴彦祖跟这个鹿晗他们同时录一期节目，最后鹿晗的收视率要高？吴彦祖是国民男神，但他没有精准的切到细分，他像一个 icon， 像一个图腾一样，所有人都喜欢他，但是没有人会为他买单。你说他有一群理性粉，但这帮理性粉不会是在演唱会上大喊大叫的小姑娘，不是这样的。而鹿晗他切到的那群人是他要找到的那群人，垂直的不得了，这就叫垂直。所以各位，伟哥这里讨论的不是喜好，我当然也喜欢吴彦祖，但是问题在于他卖不卖座那是另外一码事。所以商业和生意以及人情道德是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大家记住，这个社会 BATJ 百度加京东这4大平台已经把资源全部占据了。那么我们作为一个个个体，现在创业就很难再有大平台，我们要做的就是 less is more。无论如何，你的事业起点一定是找一个点先突破，包括京东也一样。京东当年想做成阿里巴巴的样子，肯定死，他就要从第一天打出口号，那他妈那边都是假货，都是假货，都是假货，到最后就是我要干嘛？我要干嘛？我要做精品。我要做精品，所以网易都推出一个叫严选，严格的选择，严选。妈的，这2家电商要付我钱的啊，广告费了，好歹每年中国200-300万大学生听我的这个课呢，所以哎呀，真是有意思。但是你看，京东就做出来了，所以大家一定，这句话非常不错啊，有些价值观延伸的，请你们也评估评估你生活当中的东西，好不好？你到底它有没有对你增加价值？我们再读一遍 ，But I do think it is time to re-evaluate the things I do have and whether or not they add any value to my existence。这里的几个单语，第一个 add any value to， 对什么什么增加价值；第二个评估 evaluate， 那么再次评估叫 re-evaluate， 叫再次评估啊 re-evaluate。好，